The extreme cold doomsday arrives. My vicious stepsister leaked the news of my supplies online. In the end, I was robbed of everything by thugs and humiliated to death. When I opened my eyes, I was reborn back to that New Year's Eve dinner. Father prepared 2 New Year gifts for my stepsister and me. One was a luxury RV worth a fortune, and the other was 1,000 tons of coal. Strangely enough, my stepsister chose the coal this life. I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she was also a rebirther. I was utterly shocked. Recalling everything my stepsister did in my past life, I resolved to make preparations ahead of time. So I headed out to the lottery station, relying on my memories from my previous life. I bought lottery tickets with the exact winning numbers at a high price. After that, I went to a real estate agency and sold one of my houses at a low price. After raising a large sum of money, I went to a store and handed the boss a supply list, filled with massive outdoor gear and daily necessities,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to survive the end times. Just as I was worrying about where to store the supplies, a system contract popped up out of nowhere. Bind the system, and you will gain a different dimensional storage warehouse with unlimited space. I immediately clicked confirm. Next moment, I was pulled into a vast space. As I gave the command, all the supplies I bought were instantly stored inside. Now, all that's left is to remodel my safe house and stock up on even more supplies. 我跳上小货车，油门踩到底，冲向市区最大的仓储式超市。末日降临后，干净的食物和水才是最硬的通货。推着巨大的购物车，我开始了疯狂的采购。压缩饼干、罐头、自热米饭、蛋白粉，所有高热量又耐储存的食物，我直接全部买下，成箱成箱地往购物车里搬。路过调味品货架，我也没有放过，盐、糖、酱油、醋，各种香料全都一应俱全。我直接找到超市经理，以公司年会采购为由，订购了他们家全部的饮用水，包括饮料等所有能喝的东西，要求他们立即送到我指定的郊区仓库地址。经理看着我递过去的厚厚的现金定金，眼睛都直了，连声保证2小时内送到。大米、面粉、食用油，每种我都买了，足以支撑一个人数年消耗的量。看着堆成小山的物资，我心中稍安。结账时，收银员和周围的顾客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我面不改色的刷卡，金额大到让 POS 机连响了好几下。超市派出他们全部的货车帮我送货，我指挥着他们把货物送到郊外一处偏僻的空地。等货车司机们卸完货离开后，我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后才轻声下令，将所有物资收入仓库。一阵白光接连闪过，空地瞬间变得空空荡荡。我进入仓库空间，发现刚才那些物资已经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新出现的货架上。我按照自己之前列下的清单，开始采购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第一件是药品，我驱车前往几家不同的药店，分批购买了大量的抗生素和止痛药，还有一些常用的感冒药、肠胃药和维生素，以及处理外伤用到的缝合包等。在末日，一点小感染都可能致命。极寒末日下，我还需要能保命的保暖装备。虽然我已经给房车安装了供暖系统，燃料也足够我消耗几十年，可是末日来临，一切都充满了变数。我找到一家专业的极地探险装备店，购买了数套顶级防寒服和保暖内衣以及雪地靴，还有几十个手持暖炉，顺便购买了市面上所有的暖宝宝贴。全部的物资送到空地时，我再次把它们全都收到仓库里。清单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样，武器。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花重金联系了一个中介，在暗网购买了一些能够防身的枪支弹药。我用了假身份去取货，摸着那冰凉凉的枪支，我心中的不安又削弱了几分。最后我又研究了几篇末日文小说，补充了10几台大容量充电宝和卫星电话。为了第一时间获取信息，我还购买了多波段收音机。最后我购买了几台改装电脑，下载了很多生存指南，还有一些娱乐项目，包括单机游戏和电影电视剧的海量资料。那种极度绝望的情景下，精神生活同样重要。我不能让自己在漫长的严寒和孤独中发疯。做完这一切，天色再次暗了下来。大年初2的夜晚，街道上依旧冷清，节日的气氛还未完全散去，偶尔有几个爆竹的响声在远处炸起。谁也不会想到，几天后，这里将变成冰封地狱。我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客厅里，爸爸正在看新闻，方玉兰一个人在厨房忙碌，柳依依不见踪影。菲菲，这2天怎么总往外跑？都快见不到你人影了。爸爸看着我脸上的疲惫，还有眼睛的红血丝，有些心疼。哦，朋友约着出去玩，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实习机会。我随口编了个理由糊弄爸爸，心里却涌起一阵酸楚。爸爸，我该怎么和你解释眼前的一切？怎么才能让你相信柳依依母子的野心？方玉兰端着一盘水果出来，递给我，我推回去。方玉兰脸上有些挂不住，赶紧扯开话题。菲菲啊，你那房车打算怎么处理？停在楼下怪占地方的。依依的煤炭可是已经联系好买家了，过完年就能拉走。
我心中警铃大作，可是却尽力控制自己的表情，不让他看出破绽。柳依依动作真快，看来她应该也知道时间不多，急着将煤炭变现，然后购买物资。我也有打算了，可能和朋友一起自驾游吧。我含糊其辞的回答，让方玉兰有些不满，脸上表情都僵住了。借着玩累了的借口，我回到房间，立马锁上门，掏出手机给房车改装公司的老板发消息。王老板，进度如何？柳小姐，您这要求太高了，时间又紧，我们通宵干也……我再加100万，后天中午之前必须完工，而且要保证质量。如果让我发现偷工减料，1分钱没有。听见不给钱了，电话那头传来老板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随即他拍着胸脯保证，柳小姐放心，绝对按时按质完成，我们这就再调一组人过来。挂掉电话，我疲惫地靠在椅子上，我看着银行卡里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有些心疼，可是为了活下去，一切都值得。我借着出门上厕所的机会，偷偷看到柳依依正在她房间里对着电脑屏幕，手指飞快地敲击，脸上带着兴奋和贪婪。看着柳依依这么努力，我心中又升起一丝紧迫感。为了不让上一世的剧情重演，我必须加快速度了。大年初3，我一大早就出门，先去银行取了大量现金，又将一部分钱换成了金条和银砖，将它们全部收到了系统里。末日初期，电子支付瘫痪，真金白银或许还能有点用。恭喜宿主解锁保险柜功能，请问宿主是否使用？我立马点击了确认，将刚才兑换来的资金存入保险柜。随着我的存入，系统再次提醒我升级。恭喜宿主解锁黑土地板块，可以实现种植需求。看着仓库里多出来的一块黑土地，冒着亮闪闪的光芒，我有些兴奋，立马冲到种子店。极寒末日持续时间不知道会有多久，我必须学会自给自足。我购买了一些耐寒且容易储存的蔬菜种子，还有一些速生绿叶菜的种子，刚带回来就撒了一部分在黑土地里。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景象，我心中必胜的信念又多了几分。做完这些，我驱车前往郊外的房车改装厂。厂房里灯火通明，我的那辆房车模样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手榴弹。工人们正在安装加厚的防弹玻璃，车顶太阳能板的支架已经焊好，几个技术员在布线。柳小姐，您看看，这进度绝对没问题，就是这钱。我递给他一个厚厚的信封，这是额外的辛苦费，过年了，辛苦大家加班，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祝大家新年快乐。只不过后天中午我要看到一辆能直接开进北极的堡垒。王老板接过信封，冲着周围的伙计吆喝一声后，大家都干劲十足。随后转过身对我眉开眼笑地说道，您就瞧好吧，今天下午就给您做好。利用这点空闲时间，我离开改装厂，又回到了最初的地下仓库。我从系统里取出了一点点物资摆放在仓库里，这是我留给柳依依的障眼法。毕竟我兴师动众地准备了那么多物资，不可能没有人察觉。所以为了防止上一世的悲剧重现，我必须给柳依依准备一个完美的攻击目标。甚至我还准备床和取暖工具，让这个仓库看起来更加像一个避难所。做完这一切，我坐在冰冷的地下室里，看着手电筒光柱下堆积的箱子，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手机突然亮起来，屏幕上闪烁着寒潮提醒的弹窗。我看着屏幕上的日期，心中充满忐忑和不安。离末日只剩1天了，我刚把地下仓库的大门掩护好，房车改装厂的老板给我发消息，已经改装好了。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以最快的速度去取了房车，简单的学习了一下房车的使用方法和新增加的一些功能，痛快的付了尾款，老板的脸都要笑烂了，好几次鞠躬，非要请我吃饭，我推脱了好几次才离开。开着改装过的房车，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故意走了偏远的道路，去了地下仓库那里。刚停好车，耳边再次传来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解锁实地绑定功能，系统检测到宿主附近有合适的绑定物，请问是否绑定？实地绑定，这说明我可以利用实际的东西掩人耳目进入系统了。我查看了可用的实物，发现那辆房车竟然也在里面。我点击绑定房车，一道白光在我的房车周围闪过，然后立马恢复原样。我尝试解锁车门，发现车内毫无变化，只不过在驾驶座旁多了一个小按钮。我尝试着轻轻按动，空间瞬间发生变化，我整个人又进入到了仓库里。太神奇了，这简直就是在末日里的一个移动堡垒。反复尝试了几次之后，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时，经过了一家户外用品店，我看到橱窗里展示着精致的钓鱼装备和狩猎工具。我又购买了几套冰钓装备，没准在末日还可以享受一场盛大的末日钓鱼活动。大年初4清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柳依依的小脸，她脸色有些苍白，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姐，你看到新闻了吗？听见她这么说，我心里一紧，强撑着让自己看不出任何表情，
用一种被人打扰睡觉十分不悦的语气问道：什么新闻？天气预报说，西伯利亚强冷空气正在南下，未来几天可能会大幅降温，专家提醒市民做好防寒准备。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睛，仿佛想要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一丝他想要的东西。可惜我有轻度的散光，看什么都不聚焦，加上早起水肿。此刻我正眯着眼，他什么也看不出来。果然，官方的预警开始了。虽然只是普通的寒潮提醒，但是没人意识到这是末日的前奏。降温就降温呗，往年不也这样？我故意打了个哈欠，看见他那种精明算计的眼神，我更加烦躁，语气也更加不和善。你这么早吵我干嘛？柳依依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结果，有些不高兴，撇撇嘴。我就是告诉你一声，对了，我的煤炭今天开始运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帮我在家看着点呗。我和妈出去办点事。他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我在家帮他看着。他带着他妈跑出去躲避末日，他想的真美呀。我约了朋友，没空。我直接拒绝，重重地关上了门。靠在门上，我听到柳依依低声咒骂了一句，然后快步离开了。看见柳依依这个状态，我知道不能再等了，末日马上来临。我迅速起身，换上方便活动的衣服，将重要物品和一部分现金装进背包。我走到客厅，爸爸正在泡茶。我盯着他看了一会，想起了上一世他偏心柳依依的样子。上一世柳依依和他撒娇，软磨硬泡了一会，他就让我把到手的房车和柳依依换了过来。可是事后他又补偿了我一部分钱，说是过年了给我个红包。我看着眼前这个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头，想起了妈妈还在世的日子，那个时候他也曾全心全意对我。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算了，爸，跟我出去一趟。我快速靠近爸爸，在他耳边小声嘀咕，语气有些冰冷。爸爸察觉到我的不对，愣了一下，有些严肃地问道：怎么了，菲菲，这么着急？没时间解释了，爸，相信我，跟我走，去拿上你现在所有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还有厚衣服，快。爸爸虽然疑惑，但看见我如此着急，还对方玉兰一脸防备，还是起身照做。看见爸爸提着一个小背包要跟我出去，方玉兰从厨房探出头，脸上闪过一丝精明。你们父女俩这是要去哪？大过年的，方姨，我带我爸去我妈墓地看看，过年了我有点想他，中午不回来吃了。我边说边拉着爸爸往外走。哎，你这孩子，大过年的，方玉兰在后面喊，但我已经拉着爸爸出了门，把他的声音隔绝在门后。菲菲，你和爸爸说实话，到底出什么事了？连你方阿姨也不能说。爸爸坐在副驾驶，一脸担忧。我深吸一口气，一边发动车子驶向郊区的仓库，一边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和爸爸解释。爸，你相信我吗？当然信，你是我女儿。好，那我告诉你，接下来可能会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不是普通的降温，而是末日级别的灾难，会持续很久很久。我看着他瞬间瞪大的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是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详细解释，我会带你去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相信我，爸爸，我是为了救你。爸爸的嘴唇微微颤抖，他看着我严肃到极点的表情，又看了看车窗外依旧平静但莫名透着压抑的天空，沉默了足足1分钟。你方阿姨和依依，他们有自己的选择，爸爸不管你相不相信，柳依依她很早就已经知道了这场末日，她今天出门也是要准备躲避末日，可是她没有告诉你，只告诉了方玉兰。你还不明白吗？爸爸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似乎是联想到最近柳依依的反常，终于狠下心来，缓缓点了点头。爸，听你的。我心中一块大石落地，至少我把爸爸带出来了。我们将车开到郊区仓库，这里经过我简单的改造，看起来倒是也像一个临时避难所。看到仓库里我故意留出来的一小部分物资，爸爸更加确信了我不是在开玩笑。他什么也没多问，默默帮我一起整理。菲菲，这些东西够用吗？我们要不要再去买一些？爸爸也认识一个朋友，他专门做这个生意。爸，你放心，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你看到的这些只是表面。爸爸看见我异常坚定的表情，默默松了口气。好，菲菲，爸爸相信你，需要我做什么吗？爸爸一边说着，一边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钱。我看着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块又一块的金条和现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你这是？这些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嫁妆，你妈妈不在了，我想对你好，可是我怕对你太好了，你方姨她针对你，所以爸爸把给你的钱都换成了金条。爸爸话说了一半，我扑到爸爸怀里，心中无比庆幸，今天早上那一刻的心软。这些年，爸爸确实对柳依依更加照顾，可是我没想到他竟然为了我也做足了万全的准备。爸，谢谢你。我的眼泪滴在爸爸的手上，爸爸赶紧心疼地给我擦了擦眼泪。菲菲不哭，爸爸是老了不是傻了，是人是鬼我能看清。你方姨他们娘俩是自私，却也罪不至死。
我给他们留了几块金条，只要他还能念着我，金条的位置我会告诉他的。我默默点头。方姨和柳依依母女俩虽然心怀鬼胎，可是也确实陪了爸爸很多年。柳依依也改了爸爸的姓，爸爸这样做，我倒也能理解。来不及悲伤，我拉着爸爸开始整理仓库里的物资。爸爸还是很担心，但是眼下还不是告诉他真相的时候。菲菲，这些东西恐怕还不够我们2个人生存，而且这个位置有点扎眼，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爸，我还有后手，你放心吧，这里只是个诱饵。话音刚落，我在仓库周围安装的警报系统就开始报警了。我赶紧掏出手机查看画面，果然柳依依带着方玉兰找过来了。这次她显然也是做足了准备，她身后跟着好几个身形健壮、面露凶相的男人。爸，你看，他们俩果然来了。爸爸看着柳依依一改往日减弱的做派，脸上满是精明算计，甚至还有些凶狠，满脸失落。爸爸，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柳依依和方玉兰并没有靠近仓库，在离仓库10几米处停下了。监控里，他正对着我这个地下仓库的入口指指点点，最后和几个壮汉达成协议，满意的带着方玉兰离开了。看着监控里柳依依和方玉兰离开，爸爸脸色煞白，身体微微颤抖。菲菲，他们想干什么？爸爸，柳依依，她很早就知道了这场末日的到来，可是她选择了隐瞒，而且看目前的情况，她应该是想抢占这里。爸爸恍然大悟，看向我的表情多了几分心疼。所以你才说这里不是最终的地方，你早就料到他们会来抢了。我沉默的点点头，爸爸心疼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菲菲，你长大了，委屈你了。来不及悲伤，我拉着爸爸往外走。爸爸，带上东西跟我走。去哪？去真正安全的地方。爸爸，你相信我。爸爸嘴上在问，手上的动作却没停。收拾好东西，爸爸又把仓库里的床铺打乱了一点，显得更加有人气。菲菲，这些东西，爸，我自有办法。爸爸已经完全相信我，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跟着我上了我临时租来的越野车。我带着爸爸往后山开去，我把改造好的房车停放在了极其隐蔽的地方。车上，爸爸终于忍不住问我，菲菲，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我也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偶然听说的。菲菲，你又骗爸爸，爸爸能帮你。我看着爸爸满脸认真，决定坦白。我对爸爸讲了上一世遭遇的一切。爸爸的眼眶里蓄满了眼泪。菲菲，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来不及悲伤，我递给爸爸几张抽纸。爸爸，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距离末日到来还有不到24小时了，我们要加快行动了。你知不知道哪里有人烟稀少的地方？爸爸擦干净眼泪，点点头。之前你奶奶留给我一套村里的老房子，那里破旧，几乎没人居住了。好，我们先去那里。我拉着爸爸下车，走了几步，找到了我藏起来的房车。看着眼前这个被我改造成坦克一样的房车，爸爸再一次瞪圆了眼睛。菲菲，这是之前给你的那辆房车吗？我点点头，开始一层一层的输入密码。为了防止爸爸最后心软，我还是没有把密码告诉他。上来吧，爸带你去看我们真正的安全屋。爸爸上到房车环顾一周，被我改造的富丽堂皇的房车彻底刷新了他的认知。我一边启动车辆往奶奶留下的老房子驶去，一边和爸爸说话。菲菲，你这改造的是个皇宫吗？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听着爸爸一声声的惊叹，我看向驾驶室那个不起眼的按钮。可是菲菲，咱们在这里面是挺安全的，但是咱们吃饭怎么办？而且这房车的油也开不了多久了吧？爸爸，你放心，我有办法。虽然我这样说，可爸爸还是不放心，把身上背的金条都掏出来。菲菲，你把爸爸送到市区，爸爸用这些金条给你换点物资，哪怕够你一个人生存的也好。我摇摇头，把车停到山脚下的空地上，把金条放在手里。爸，你心脏还好吗？爸爸有些疑惑的点点头。当然，我最近也一直有锻炼身体。好，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会有些难以置信，但是你要保持冷静。爸爸点点头，随即我拉着爸爸去了驾驶室，轻轻按下旁边的按钮。很快空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道白光闪过，我和爸爸瞬间到了系统的仓库里。菲菲，你没事吧？爸爸下意识地抓紧我的手腕，看着我一脸得意，还有眼前琳琅满目的物资，爸爸惊得说不出话。菲菲，这些都是你准备的？我点点头，开始给爸爸介绍起系统的来历，还有这里的构造和一些物品摆放的位置。爸，你会种菜吗？爸爸点点头，随即反应过来，菲菲，你这里还能种菜？我带着爸爸去了系统仓库黑土地区域，看着地上肥沃的土地，爸爸彻底沦陷了。爸爸蹲下身，用手指捻起一小撮黑色的土壤，那泥土在他指尖散发出湿润肥沃的气息。他的嘴唇微微张大，哆哆嗦嗦的，好一会儿才发出声音。这是真的黑土。菲菲，
你从哪里弄来的？这是系统附赠的。我蹲在爸爸身边，小声地和爸爸解释这里的一切。这片土地可以种植，不受外界季节和气候影响。我们有种子，可以在这里自给自足。爸爸站起来，环视着这片足有半个足球场大的黑土地，又看向周围整齐码放的货架，上面堆满了各种物资，一切都井井有条，一切都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些够我们活多少年啊？爸爸声音有些颤抖，是对末日的恐惧，也是对自己劫后余生的庆幸。爸爸，我不知道末日会持续多久，这里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所以我们只能一步看一步。爸爸点点头，把所有的身家都交给我，让我自己处置，然后自己在仓库里开始巡视。最终他还是看到了我藏在角落里的武器库。菲菲，你连这个都准备了？他的声音沉重。爸，末日里人心比丧尸更可怕。上一世我就是因为物资暴露被人……我没说完，但爸爸已经明白了。他转身紧紧抱住我，心疼地拍着我的头，就像我小时候睡不着的时候一样。对不起，菲菲，是爸爸没保护好你。他的声音哽咽。我摇摇头，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有重来的机会。这一世我们会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我们在仓库空间里待了2个小时，爸爸逐渐熟悉了这里的布局。他惊喜地发现，这里不仅有生活物资，还有娱乐设施，有图书，有棋牌，甚至还有家庭影院，硬盘里存满了电影和电视剧。我的菲菲长大了，想得真周到。在那种环境下，保持理智和心理健康确实很重要。爸，你不知道我上一世最后的日子几乎要疯了，太无聊了，每天面对的只有恐惧和未知。我又和爸爸一起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仓库里的东西，爸爸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仓库空间，回到房车内部。我启动车辆，继续朝着奶奶留下的老房子驶去。那个村子位于山区深处，人烟稀少，是最理想的藏身之所。路上，爸爸一直沉默地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天空阴沉的可怕，明明是白天，可天黑的却像黄昏一样。天气变得真快。爸爸看着窗外的景色变化，忍不住喃喃道：“这只是开始，爸爸，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今晚，真正的严寒就要来了。”我们抵达村子时已经是下午3点。这个村子曾经有几十户人家，如今只剩下几栋破旧的房子，大多数都已经倒塌了，被杂草覆盖。奶奶的老屋位于村子最深处，背靠一座小山，院子里视野开阔，可以观察到进村的唯一道路。我把房车停在老屋后的空地上，用周围的枯枝和杂草做了简易伪装。从远处看，这里就像一堆废弃的建筑材料。我们真的要住在这里吗？爸爸看着摇摇欲坠的老屋，有些担忧。爸爸，我们有房车，这里只是个不错的伪装。如果有人来，他们肯定会先检查这里，留给我们足够的反应时间。我带着爸爸穿戴好厚厚的防寒服，爸爸又拿了一把匕首才敢下车。我俩仔细检查了周围环境，确认没有危险后，我们回到房车内。我启动了车内的监控系统，10几个屏幕同时亮起，显示着房车周围360度的实时画面。菲菲，你这比保安公司还专业！爸爸惊讶地喊道。末日里，情报就是生命。我调出天气监测界面，上面显示室外温度正在急剧下降，已经从0上5度降至0下10度，而且还在持续下降。这么快？爸爸盯着屏幕，脸色有些凝重。我打开新闻频道，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寒潮。气象专家也纷纷出来表示着，这是100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事件。政府也已经发布红色预警，呼吁市民储备物资，减少外出。可他们远远低估了这场灾难的严重性。菲菲，我们要不要提醒一下？爸爸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虽然方玉兰和柳依依自私自利，对我们父女俩也是毫无怜悯之心，但爸爸心里还是有一丝不忍。爸，我给过他们机会了。柳依依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她选择隐瞒，选择独占资源，甚至可能已经计划好要抢占我们的物资。我留给仓库的那些东西，如果他们不贪心，足够他们撑过最初的阶段。爸爸叹了口气，点点头。你说的对，人各有命，我们能做的已经做了。夜幕降临，温度骤降至0下25度，狂风开始呼啸。我调整了房车的供暖系统，整个房车里暖洋洋的，甚至爸爸脱了外套，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毛衣。菲菲，你看这里。爸爸指着监控屏幕的一角对我说道。我凑过去，在画面上看到，在村口方向有车灯的微光在风雪中闪烁，而且不止一辆车。有人来了！我立刻警惕起来，快速调出那个方向的监控画面，并且放大。3辆越野车艰难地在积雪中行驶，最终停在了村口的空地上。车门打开，下来7、8个人，虽然都裹着厚重的衣物，但是依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菲菲看起来像是过来避难的，我们要不要躲一下？爸爸看着屏幕，有些担忧地问我。
我轻轻摇摇头，仔细观察着这群人。他们似乎很熟悉地形，下车后径直朝着几栋看起来比较完好的房屋走去，动作麻利的开始清理积雪，并且快速用坚固的东西堵住了房门。他们看起来不像普通难民，普通人在这种天气下，第一反应是寻找最近的庇护所，但他们目标明确，而且有组织。我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屏幕上的一个瘦高个男人，他正在指挥其他几个人有序地进行布防。爸爸顺着我的手指看去，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正用手势指挥着其他人分散行动。他们2个人一组，开始搜索村子里的每一栋建筑。他们在找什么？可能是在找合适的避难所，也可能是在找我们这样的人。我顿了顿，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上一世我见了太多这种因为物资烧杀抢掠的画面了。我将无人机的监控画面调到最大倍数，试图看清这些人的面孔，但因为风雪和距离，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但是唯一能看清的就是他们的动作全都训练有素，并不像是临时凑在一起的逃难者。爸，你看那辆车的后备箱。我指着其中一辆越野车对爸爸说道。后备箱打开，有人从里面拖出几个大箱子，看起来颇为沉重。另外2个人迅速上前帮忙，将箱子抬进了他们刚刚改造好的石屋。箱子里面应该是物资，他们看起来是有备而来。这个箱子可能是抢的别人的吧？爸爸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我们的房车，有些不放心。我拍拍爸爸的肩膀，示意他放松。爸爸，房车我已经改造得很好了，即便他们发现我们，也不会伤害到我们。说到这里，爸爸似乎才从惊恐的情绪中缓过来，想起我们仓库里那群铁疙瘩，他才稍稍松了口气。我们继续观察，那7、8个人很快完成了初期的准备，食物的烟囱也很快冒出了烟，他们在里面生起了火。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的房车，看来是我们的伪装起了作用。话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俩都不敢放松警惕。这群人显然不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行动太有章法了，在末日初期就能如此迅速地组织起来，要么是早有预谋，要么就是有着不同寻常的背景。菲菲，我们要不要转移？爸爸很快也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担忧。现在转移风险太大，外面风雪太大，而且他们对周围地形显然比我们熟悉。我们先按兵不动，房车的伪装很好，他们如果不靠近仔细检查，很难发现。而且我们有仓库系统，实在不行，我们可以随时躲进去。爸爸认同地点点头，但眼神里的担忧并未减少。时间1分1秒过去，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30度，可房车内的供暖系统稳定运行着，我们甚至还能喝上一杯热茶。我们俩都没有心情享受，一心紧盯着监控屏幕。过了好一会儿，食物那边似乎有了动静，几个人影从食物里走出来，开始围绕着村子外围布置着什么。他们在布置警戒线。上一世我已经看惯了这种画面，许多人为了圈视领地，经常做各种各样的警戒线。爸爸也看出了古怪，担忧地问道：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只要我们不主动暴露，他们应该发现不了。话虽如此，但我还是调出了所有监控的角度，密切注意着那些人的动向。突然，一阵尖锐的警报声从我的平板电脑上传过来，是我在仓库外围设置的震动传感器被触发了。有人接近仓库。爸爸立刻切换到仓库周围的监控画面，画面中2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影正小心翼翼地接近我故意留下的那个地下仓库的入口，他们手里拿着强光手电，正在检查入口处的伪装。是柳依依的人，我看到其中一个人的身形和白天跟在柳依依身后的壮汉之一很是相像。爸爸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眼神也变得很厉。他们果然还是去了那里。菲菲，那仓库他们能进去吗？不会发现什么吧？我摇摇头。爸，你放心，做戏做全套。那仓库的入口有密码锁，我设置的是动态密码，他们一时半会进不去，太轻易进去的话就不真实了。监控画面中，那2个人在仓库入口处折腾了10几分钟，试图破解密码锁，但最终失败了。其中一个人拿出对讲机说了些什么，然后2人迅速撤离，消失在风雪中。他放弃了？爸爸有些搞不懂。不会的，柳依依知道末日来临，她肯定也准备了物资。她现在过来不一定是想要物资，很可能是想确定我的位置。她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打开那个门，确定我在不在里面。果然，不到半个小时，监控画面显示又有2辆车开到了仓库附近。这次下来的人更多，足有10几个，而且带着专业的破拆工具。我和爸爸都沉默地看着屏幕。那个仓库里只有少量的物资，还有我故意留下的生活痕迹。这些痕迹足以让柳依依相信，那里就是我的藏身之处。这样应该可以短暂地迷惑她。菲菲，你想得很全面。之前是爸爸太心慈手软了，对不起。爸爸，你这样做也是人之常情，我现在能理解你。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仓库那边就留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理吧，拖延一点时间也是好的。柳依依的1000吨煤炭还没有出手呢，
正如我所料，柳依依的人开始暴力破拆仓库门，他们用了非常多工具，一点一点的撬动，终于在大约1个小时后，仓库门被强行打开，一群人蜂拥而入。我调出了安装在仓库内部的隐藏摄像头拍摄的画面。柳依依和方玉兰在人群前面，他们穿着臃肿的防寒服，脸上却带着贪婪和兴奋。但当他们看到仓库里只有零散的一些物资时，表情瞬间凝固了。就这些，柳依依的声音尖利而愤怒，通过摄像头的麦克风传到我们耳朵里。爸爸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看他现在的表情显然是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听见平时声音软绵绵的柳依依竟然变得如此牙尖嘴利，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柳菲菲那个把东西藏哪儿了？方玉兰也在四处翻找，把箱子一个个打开，但里面大多是一些普通的食物和日用品，远远达不到他想象中的数量。依依，会不会是你猜错了？也许他根本就没准备多少东西。方玉兰泄了气，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累得气喘吁吁，有些失望地说道：不可能，他绝对知道末日要来，他肯定把好东西都藏起来了。给我搜，仔细搜，肯定有密室或者暗格。他带来的人开始仔细检查仓库的每一个角落，敲打墙壁，检查地板，一个墙缝也不肯放过。可惜他们注定要失望了，这个仓库根本就没有暗格，所有的东西都在明面上。折腾了将近2个小时，一群人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地聚在一起。几个男人对柳依依更是没有一开始那种好态度了。妈的，死丫头，你害得老子白忙活一场，就这么点东西，够几个人吃几天的。其中一个壮汉吐了口唾沫，对着柳依依抱怨道。柳依依脸色铁青，死死盯着仓库里的东西，眼里满是不甘心，咬牙切齿地说道：柳菲菲，你跑不掉，我一定会找到你，一定会。依依，现在怎么办？东西不多，咱们这么多人。听见方玉兰这样说，柳依依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带来的人，心虚地环视了一圈跟着她来的几个彪形大汉，眼神闪烁，这些都是他花钱雇来的，而且肯定是承诺了很多报酬，但现在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先把这些东西搬上车，这里不能久留，风雪太大，我们先回市区从长计议。死丫头，你骗我们来就是为了这点东西，你耍老子玩呢？几个彪形大汉把柳依依和方玉兰围在中间，柳依依此刻才知道害怕，赶紧承诺自己会用其他物资给他们补上。一群人这才不情不愿地开始搬运仓库里为数不多的物资，动作虽然麻利，但是明显带着不满。我看着屏幕，心中冷笑，上一世他为了不让我好过，临死之前也要拉上我，这一次这种感觉就让他一个人独享吧。他们走了，爸爸看着监控画面上的人影慢慢消失，这才松了口气。我关掉屏幕上的监控画面，继续调整到房车周围的画面。爸爸，他们只是暂时离开，柳依依绝对知道我重生的事情，从一开始他就在试探我，所以他一定还会找我。爸爸叹了口气，显然是被柳依依这种反差吓到了，来不及多想，我看向村口食屋的方向，面色凝重地对爸爸说道：我们现在还有另一群邻居要应付。爸爸也看向那个方向的监控画面，食屋那边，那伙人似乎已经安顿下来，烟囱持续冒着烟，门口有人轮流站岗，警戒线已经布置完成，他们看起来纪律严明，不像柳依带来的那帮乌合之众。爸爸开始分析起他们整个团队，所以才更危险。根据我上一世的经验，这种有组织的团体在末日里要么是强大的盟友，要么是致命的敌人，可从他们一来就控制整个村子的行为来看，他们显然没打算和别人分享这里。虽然知道我的房车没有人能侵入，可是面对这样一群未知的人，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夜深了，风雪越来越大，室外温度已经降到了-40度。我给爸爸泡了一壶热茶，看着画面中食屋方向慢慢没有了动静，这才安稳下来。新闻里开始出现各种紧急通告，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待在家中等待救援。和上一世一样，都是先安抚情绪。可是我知道救援不会来了，至少在我上一世死之前，没有等到任何的救援。极寒末日，这才只是个开始。如果和上一世一样的话，过几日就要出现丧尸病毒了，到那个时候，社会秩序才是真正的崩塌。第二天清晨，风雪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我透过流的观望窗户往外看去，整个世界一片白茫茫，能见度不到10米。菲菲，你看，爸爸指着监控屏幕突然喊我，我猛地一个机灵，食物那边有了新动静，几个人穿着白色的防寒服，几乎与雪地融为一体，正在小心翼翼地朝着我们所在的这个方向移动。他们的行动非常谨慎，每走一段距离就会停下来观察四周。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我们了？不一定，他们像是在进行常规的周边巡逻，扩大控制范围，但按照这个方向，迟早会走到我们这里。虽然房车的伪装做得很好，从远处看就像一堆被积雪覆盖的废弃建材，但如果是近距离仔细检查，我们逃不过他们的追查。虽然我不怕他们强攻，但是这样的末日下，不能太过张扬，变成众矢之的就完蛋了。
我们要不要先躲进仓库？爸爸看着我有些担忧的提议。我摇摇头，努力保持平静的说道，再等等，爸爸，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而且即便发现了，他们也进不来。那几个白色身影越来越近，已经进入了我们周围50米的范围。他们显然受过专业训练，行动时几乎不发出声音，在厚厚的积雪中移动也能保持着良好的队形。我屏住呼吸，手已经放在了房车防御系统的启动按钮上。如果被发现，我会第一时间启动高压电网和烟雾弹，然后驾车强行突围。但就在他们距离我们还有30米左右时，领头的人突然举起手，示意队伍停下。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然后通过对讲机说了几句话。接着，他们改变了方向，朝着村子的另一侧走去，避开了我们所在的区域。他们怎么走了？爸爸不确定地问。我也有些疑惑，搞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调出他们离开的那个方向的监控，发现村子另一侧有几栋相对完整的房屋，其中一栋的烟囱在冒着微弱的烟，那里竟然有人。爸爸惊讶地说道。食屋的那队人显然发现了他们，所以才改变了巡逻方向。只见那对白色身影迅速包围了那栋房屋，动作干净利落。一个人上前敲门，但屋内没有任何反应。等待了几分钟后，领头的人做了个手势，2个人上前用破门工具强行打开了门。接着里面传来了短暂的打斗声和几声惨叫，然后立马变得和之前一样平静。大约10分钟后，食屋的人从房屋里拖出了2具尸体，随意的扔在雪地里。然后他们开始搬运战利品，几个背包，一些食物，还有2把猎枪。整个过程快速而且残忍，甚至都没有谈判和警告，不商量，至今灭口。爸爸的脸色变得煞白，我也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这群人不是什么善类，他们是掠夺者，是末日里最危险的那种人。他们就这样杀了人？爸爸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睛紧紧地盯着监控画面。爸，这就是末日。慢慢的丧尸病毒出现，我们要更加小心了。爸爸沉默了，显然他需要时间来消化刚才看到的一切。我默默地在一旁调整着，突然画面中开始有些不对劲。刚才还聚在一起分物资的几个人，突然有人变得行动诡异起来，看背影像极了上一世的丧尸。我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和上一世的时间点差不多，我猜他们要出意外了。果然，没过几分钟，几个人就扭打在一起。我赶紧招呼爸爸过来看，看到屏幕上诡异的画面，爸爸更加害怕了。爸爸他们和我上一世看到的丧尸初期差不多，我猜他们其中有人感染了丧尸病毒，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了。和爸爸简单的商量过后，决定趁他们内讧之时，我们俩快速开车离开。我去系统仓库准备了一把冲锋枪，交给爸爸后，他摸了几遍就大概知道怎么用了。我让爸爸在副驾驶负责防御，我则准备驾驶。行动之前，我派出无人机查看周围的情况。看到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中，他们还在打斗，有2个人已经彻底变异。我快速的召回无人机，启动房车。房车的引擎声迅速的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爸爸通过监控看到他们拿着猎枪飞快的朝我们跑过来。由于周围环境影响，我开着房车一开始行驶的十分缓慢。他们在离我们10几米的时候就开枪示警了，子弹打在厚厚的外壳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可是响声过后，房车的表面没有任何变化。我松了口气，还好这个房车改装的老板没有偷工减料，也没有骗我。看着眼前这一幕，我和爸爸都松了口气。我开车也没有那么紧张了，但刚才那伙人的脸色却不太好。爸爸通过高清的监控画面显示，他们恼羞成怒，不停地冲着我们的房车开枪，可是全都无济于事。我开着房车带着爸爸慢慢地驶离那片危险区，看着他们的身影慢慢变小，爸爸这才松了口气。菲菲，你这个房车改造得太成功了。我也跟着笑起来。只是开到半山腰，我又开始焦虑起来。爸爸，你说咱们去哪里好呢？去仓库那里吧。根据这2天的观察，那里除了柳依依他们俩故意找过去，暂时还没有人过去。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爸爸怕我担心他还有私心，赶紧和我解释。爸，你不用解释，我明白你的意思。确实，比起这种未知的敌人，柳依依其实更好对付，而且我对那里也更熟悉。我们父女俩心照不宣，其实我们都明白，各自心里都暗藏着报复心理，想要利用这个移动堡垒报复那对自私自利的母女。车子行驶在路上，遇到了好几拨人，有拖家带口跑到荒野找物资的，也有已经被丧尸病毒感染变异的。我们把车开到了仓库附近，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停在仓库里，而是选择了比仓库更高一点的山坡上。这里被暴雪掩盖，而且地形复杂，不会有人注意到。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仓库那里的一举一动。暂时安全后，我和爸爸这才松了口气。温度计上显示，车外的温度已经到了零下60多度。爸爸有些不放心，穿上厚厚的防寒服，拿着一把简易手枪下车检查周围的情况，还有刚才被那几个人用枪打到的地方。我想和爸爸一起下去，却被爸爸强行留在车里，
只好在监控室里密切观察着周围的情况。爸爸下车检查，发现车身不但没有损坏，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十分满意。他又搬过来几捆树枝，把房车周围都铺满，在远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雪覆盖的小土堆。做好一切，爸爸才放心回到车上。刚进门就被车厢内温暖的空气所包裹。为了放松，我煮上了提前准备好的火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味道瞬间弥漫在整个车厢。我用电脑放了一个喜剧电影，父女俩在这里享受着末日下仅存的温情。我和爸爸在房车里度过了相对安稳的一周。我一直密切注意着仓库方向的情况，果然柳依依母女没有放弃。在我和爸爸在系统里研究怎么种植西红柿的时候，柳依依母女俩再次出现在了监控画面里。爸爸放下正在研究的西红柿架，快速地走到监控画面前。画面中，柳依依母女俩穿着厚重的防寒服，这防寒服一看就是她精心准备过的，但是显然她们准备的不够充分。柳依依原本圆润饱满的脸开始变得有些凹陷，身形也瘦弱了许多。方玉兰更是可怜，整个人面黄肌瘦，毫无血色，和一开始在家里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仓库，藏在衣服里的匕首泛着寒光。我点开仓库的监控画面，柳依依母女俩来到仓库，先是四处翻看了一圈，确定没有人之后，他们才坐下来。看来这一次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寻找物资，似乎是在寻找落脚点。我给了他1000吨煤炭，只要他不张扬，安安稳稳的过，应该不至于这么惨啊。爸爸看着屏幕中完全变样的母女两人，有些疑惑，我也有些不解。上一世我手握那些煤炭，暗中和人交易，赚得盆满钵满，虽然不能和现在比，但是最起码可以吃喝不愁。柳依依他们母女俩干了什么沦落成这样？监控屏幕里，柳依依正在用力地踹着仓库墙角的铁皮桶，发出一声声沉闷的哐当声。方玉兰蜷缩在仓库的角落里，双手插进袖口中取暖，嘴唇也干裂起皮，嘴里还不停念叨着：早知道就不该听你的鬼话。听见方玉兰这样说，柳依依猛地回头瞪她，眼神里满是怨毒。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要不是你当初非要贪那点差价，把煤炭低价卖给黑市贩子，我们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吗？这句话像一根针一样扎进方玉兰心里，她猛地抬起头，声音带着哭腔，满腹委屈。我怎么知道那人是骗子？他说能高价转卖到南方电厂，谁想到他收了货就跑路，连联系方式都注销了。我连人都没见到，你就知道埋怨我？当时你不是也同意了吗？你说我干什么？我和爸爸对视一眼，听见他们这样说，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上一世我卖炭的时候，悄悄联系正规渠道，分批次缓慢变现，既保证了隐私，还安全可靠。虽然价格没有黑市给的那么高，但是依旧能够保持稳定的收入。可惜柳依依母女急功近利，被黑市的高价诱惑，最终钱货两空。早知道一开始什么都不给他了，浪费我这1000吨煤炭，这个时候要是拿出去卖，可能卖不少钱呢。我被父亲的转变逗笑了。前几天他还在纠结要不要救方玉兰母女，现在又开始心疼起自己那1000吨煤炭了。爸，这个时候了，你还想这些？人嘛，得吃一堑长一智，我又不是个死心眼恋爱脑。放心吧，菲菲，爸爸不会给你拖后腿的。我看着爸爸突然认真的保证，笑的声音更大了。监控里突然传来方玉兰拔高的声音，画面里他手指着柳依依，要不是你非要炫耀自己有1000吨煤炭，把消息捅给你那些所谓的朋友，我们家能被抢吗？那些人不仅抢走了剩下的煤炭，连我藏起来的金条都拿走了。柳依依的脸瞬间涨红，又变得惨白，自知理亏，憋了半天也说不出话。她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我以为他们是来结盟的，谁知道都是一群白眼狼。柳依依声音里明显有些心虚，看向方玉兰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嚣张了。看来是柳依依的那些朋友断送了他们母女俩最后的生路。可她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气焰再次嚣张起来，指着方玉兰的鼻子破口大骂。最后关头，是我把你从那些人手里救出来的，你现在倒怪起我了。母女俩的争吵越来越激烈，从煤炭被骗说到被人抢劫，再到一路逃亡的狼狈。我和爸爸静静看着，心中五味杂陈。原来柳依依当初拿到煤炭抵押券后，并没有低调行事，反而在朋友圈隐晦炫耀，很快就被他那群酒肉朋友盯上。末日降临初期，黑市物资价格疯涨，煤炭作为硬通货更是供不应求。柳依依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一个自称能垄断南方能源渠道的贩子，对方承诺先付30%定金，剩余款项货到付款。方玉兰急于变现，催着柳依依赶紧交易，结果对方拉走煤炭后就彻底失联。更糟糕的是，柳依依的那些酒肉朋友得知她有这样紧俏的资产，全都趁着寒潮最严重的那几天找上门来。他们不像柳依依这样头脑简单，他们准备充足，手里有武器，不仅抢走了柳依依母女准备过冬的物资，还搜走了方玉兰偷偷藏起来的金条。
柳依依带着方玉兰仓皇出逃，一路被追堵，只能往郊区跑，最终逃到了我留下的这个仓库。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我们身上只剩这点干粮了，再找不到物资，迟早要冻死、饿死在这里。听见物资，方玉兰突然眼睛一亮，抓住柳依依的胳膊。依依，你不是说柳菲菲知道末日要来，她肯定藏了大量物资吗？我们再找找，说不定她把东西藏在暗格里了。柳依依像是被点燃了希望，立刻站起身，开始疯狂地敲击仓库的墙壁，查看地板的每一块瓷砖。他们不知道，这个仓库从一开始就是我设下的诱饵，别说暗格，就连那些零散的物资都是我故意留下的。原本我是想用这个来迷惑柳依依，让她放弃对我的跟踪，可是没想到，她竟然头脑简单到如此地步。人在做天在看，他们母女俩自有天收了。我没有接话，注意力突然被监控画面的一角吸引。仓库不远处的树林里，有几个黑影正在缓慢移动，他们的动作僵硬，四肢扭曲，像是丧尸。爸，快看！我指着屏幕上的异样，声音有些急促。那些丧尸显然是被仓库里的声音吸引过来的，他们蹒跚着朝着仓库的方向移动。柳依依母女还在专注地寻找暗格，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我们要提醒他们吗？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倒是可以，但是我有点看不了这样血腥的画面。爸爸有些于心不忍，我却摇了摇头，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提醒已经晚了，而且我们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话音刚落，仓库的门突然被撞开，几个丧尸嘶吼着冲了进去。柳依依和方玉兰吓得尖叫起来，慌乱中抓起身边的木棍和铁皮桶反抗，但他们本就没吃饱，而且穿了厚重的防寒服，根本不是丧尸的对手。方玉兰的胳膊很快被一个丧尸抓伤，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衣袖。妈！柳依依尖叫着扑过去，用木棍狠狠地砸向丧尸的头部，可丧尸没有痛觉，依然不管不顾地疯狂扑咬。柳依依只能拉着受伤的方玉兰，朝着仓库的后门跑去。后门之前被我用铁丝固定住，柳依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开一条缝隙，母女俩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丧尸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往山上跑了。爸爸指着监控画面中的母女二人，有些紧张。我看着柳依依母女朝着我们房车所在的山坡跑来，紧紧皱起眉头。照这样下去，他们会把丧尸引到我们这里。爸，准备启动防御系统。我立刻起身，快步走到驾驶座旁，按下了房车的隐蔽模式。车身外侧的伪装板自动调整角度，与周围的环境完美融合。从外面看，完全就是一堆被积雪覆盖的枯枝败叶。同时，我启动了高压电网的预热程序，车顶的无人机也悄然升空，密切监控着柳依依母女和丧尸的动向。柳依依显然也发现了我们所在的山坡，她眼睛一亮，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拉着方玉兰朝着房车的方向狂奔。那边有掩护，我们去那边。方玉兰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伤口的疼痛让她几乎晕厥，只能被柳依依拖着往前走。可是他们身后的丧尸越来越近，柳依依渐渐的有些体力不支，但还是死死地拉住方玉兰的手往前跑。我启动了声波干扰装置，避免丧尸进一步靠近我们。听到声波，那些紧追不舍的丧尸突然放缓了脚步，痛苦地嘶吼着，追赶的脚步变慢了许多。柳依依母女听不见声波的响声，以为丧尸又要变异了，依旧朝着我们的方向跑来。依依，我跑不动了。方玉兰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脚步也慢了下来。柳依依回头看了一眼越来越近的丧尸，又看了一眼近在咫尺的山坡，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举动。她猛地松开方玉兰的手，用力地推开她，独自一人朝着山坡上方跑去。妈，你再坚持一下，我去叫人来救你。方玉兰踉跄着摔倒在雪地里，看着柳依依绝情的背影，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她想爬起来，却被扑上来的丧尸围了个正着，惨叫声响彻山谷，很快就没了声息。柳依依却像没有听见一样，不管不顾地往山坡上跑，看着画面中方玉兰惨死。爸爸被柳依依气得发抖，眼里闪过一丝心疼。爸，你没事吧？哎，终究是一起过了这么多年的夫妻，眼睁睁看着他死，还是死在他亲生女儿手下，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罢了。爸爸，我们可以打发走了柳依依之后，过去给方姨收尸。不用了，她这也是自食恶果，我对她已经仁至义尽了。等我再抬头看向监控的时候，柳依依竟然停下了脚步，努力地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顺着她的方向看过去，是两辆越野车，是刚才那伙人。爸爸声音急促，指着屏幕上即将和他们会合的柳依依。菲菲，依依，她要干什么？投靠他们。按照柳依依的性格，她应该是要与狼为伍了。果然，柳依依跪在两辆越野车面前，为首的那个男人看到她可怜兮兮的模样，竟然破天荒的没有立即杀了她。不知道柳依依和他说了什么，没一会儿，柳依依就靠在了那个男人的怀里。几个人一起往仓库走去，几个人在仓库里支起了简易的帐篷。
透过仓库的隐藏摄像头，我这才看清这几个男人的样貌。柳依依靠在那个头目的怀里，以色示人，把那个男人哄得高兴了，扔给他一块巧克力。柳依依如获至宝，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柳依依还和这几个人说了这个仓库，添油加醋地说着我是如何抢走了他的物资，让他们帮自己报仇。听着他的话，爸爸愤怒地握紧了拳头。这个死丫头，她到底想干嘛？爸，她总有后悔的时候。听着柳依依的描述，加上前段时间在村子里看到的，他们更加确信了我这个移动堡垒的存在。柳依依跟在这几个人身后，过了2天安生日子，倒也勉强能吃饱。在这期间，这几个人还解决了几个丧尸。柳依依时不时的会看向我们这边，她总觉得这里不对劲。清晨，爸爸正在炒菜，我看着监控画面上，柳依依跟着几个人一起往山坡上摸索过来。爸，他们来了。爸爸有条不紊地放下手中的盘子，擦了擦手上的油。那就让他们过来试试我的枪瞄的准不准吧。那我估计爸爸你没有这个机会了，他们靠近不了我们。我故意把房车的隐藏功能关掉，露出一小块车灯的位置，让柳依依看到，甚至还派出无人机故意在他们面前引路。柳依依激动地大喊：陈哥，快看！我就说他们在这里吧，我就知道柳菲菲绝对有物资。跟着无人机的指引，他们来到房车前，几个男人野蛮地将房车周围堆积的树枝扔走，露出房车的真实面目。看到房车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讶地瞪圆了眼睛。柳依依巴掌大的小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这个柳菲菲，我就知道。我打开扬声器，和他们交流起来。柳依依，带着你的人离开，我们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听见我的声音，柳依依愣了一下，随即发出尖锐的笑声，仿佛这个房车已经是她的了一样。柳菲菲，你以为躲在里面就安全了？陈哥有的是办法撬开你这乌龟壳。陈哥上前一步，用枪托敲了敲车体，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眉头微微皱起，带着欣赏的目光看向我的房车。这车改装的不错，里面装满了物资，够我们所有人用上好几年。陈哥，只要打开它，什么都是你的。柳依依已经顾不得那些了，迫切的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听到了吗？你妹妹很懂得分享，希望你也和她一样懂事一点。陈哥的手下也跟着起哄，对着房车喊道：自己开门，我可以留你们一条命。要是让我们动手，可就没那么客气了。我冷笑一声，按下了一个按钮，房车外壁突然弹出几个喷口，高压气体混合着刺激性粉末喷涌而出。陈哥等人猝不及防，被喷了个正着，顿时咳嗽不止，眼睛刺痛。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陈哥怒吼着后退几步，举起枪对准房车轮胎就是一梭子，子弹打在特制的轮胎上，只留下浅浅的几道白色痕迹。几个男人面面相觑，这才意识到这辆房车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用炸药炸开门，柳依依已经近乎癫狂了，陈哥却有些犹豫。炸了车，里面的物资怎么办？陈哥，你少用一点炸药，只要炸开入口就行，不然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就在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爸爸启动了高压电网，滋滋的电流声响起，房车表面浮现出蓝色的电光。一个男人不小心碰到了车体，整个人瞬间被弹飞出去，倒在雪地里抽搐。这车有电！有人开始尖叫出声。陈哥脸色阴沉，示意手下后退。他从背包里掏出几个土制炸弹，那就炸，留一部分物资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声，大批丧尸正从山脚下涌来，显然是被刚才的枪声和动静吸引过来的。该死，怎么这么多？一个男人惊慌失措。陈哥当机立断，收起炸药，先对付丧尸。车跑不了，几个人转身迎战丧尸。柳依依却站在原地，死死盯着房车，她的眼神疯狂而绝望。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冲向房车。柳菲菲，都是你害的，你抢了我的东西，你去死吧！他不顾高压电网的危险，竟然想用匕首撬开车门。就在匕首接触车体的瞬间，高压电流将他整个人击飞。柳依依惨叫着摔在雪地里，身体不停抽搐，匕首脱手飞出，丧尸群越来越近。陈哥一行人一边打一边往后退，已经顾不上柳依依了。我看着雪地里的柳依依，心中毫无波澜。上一世他害死我，这一世他害死自己的母亲，如今自食其果，都是报应。爸，走吧，我们离开这里。房车引擎轰鸣，特制轮胎在积雪中稳稳抓地，缓缓启动。不准走！柳依依挣扎着爬起来，扑向房车，可惜她受伤太重，动作踉跄，只来得及抓住车尾的护栏。柳依依，放手！我透过监控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显得有些狰狞且恐怖。我就是死也要拉你一起！她疯狂地嘶吼，双手死死抓住护栏不放。我叹了口气，按下了车上的另外一个按钮，车尾的护栏慢慢发生了变化，特制涂层让护栏变得极其光滑。柳依依的手瞬间滑脱，她再次摔倒在雪地里，
房车加速驶离，柳依依的惨叫声被抛在后面，直到再也听不见。我们一路向北，寻找更安全的庇护所。房车在雪原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车辙，很快又被新雪覆盖。极寒末日仍在继续，但有了充分准备和彼此依靠，我和爸爸有信心活下去。